你是不是不开心？觉得我不关心你啊？你不在的时候，他们都以为你死了，但是我就是知道，你没有。微臣很感谢殿下的信任，殿下一直很放心我。也不仅仅是放心吧，也是因为害怕。我害怕，你要是真的死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不管信不信你，我都只能认为你活着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这种话说出来怪尴尬的，所以我不爱说。有什么尴尬的？我就想看看你。你有什么好看？睡下。殿下，我在去取证的路上，日日都想这样看着你。那更不行。你，殿下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所以我很高兴。你做什么？臣愿献人间喜乐，以报君恩。这里。哦，别动啊！别动！干嘛？不行，听话。不行不行！哎，我不用，我不用。啊不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用。殿下与为如何？微臣听闻，苏大人向殿下求过亲。殿下放心，我只是提个醒，不要被苏大人的美色所迷惑。殿下想要的，微臣都能给。殿下想要微臣何时释放，微臣随时释放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大人恕罪，是属下办事不力。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离开过京城，否则即便是我，也保不了你。大人，是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提前行刑！他们这是在逼朕动手。刘文轩这把刀也算磨得差不多了，朕就拿你们试试。你站在这儿做什么？我怕这些人找你麻烦，我在这儿起码可以护着你。等一会儿进去了，我再站回自己的位置。你也太小瞧我了。这大庭广众之下，他们还能打我不成？只要不动手，看谁破得过谁。是你说的有道理。那微臣站在这儿替公主殿下挡挡风，总可以吧？殿下，裴公子，裴公子，你是不是站错地方了？你不应该在那边吗？苏大人，我身为驸马，站在公主殿下身旁，有何不妥吗？入殿。明月，朕让你查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启禀父皇，秦氏一案基本已厘清。此案源于兵部保管行军日志不力，致使日志缺页。一官员无意中发现黄平县此战不似平常，便随口说了出去。而后便有好心人到温平温御史处检举了秦氏，温御史便与刑部崔淑云崔侍郎联合查案。可这二人在查案过程中玩忽职守，以致错办冤案。如今秦氏沉冤得雪，还望父皇重罚兵部郎中王熙、御史台温平、刑部崔淑云以及其他相关涉案人员。除了秦氏案所涉及的军饷一事，儿臣也已做了梳理，相关涉案人员名单也一并奉上，恳请父皇允许儿臣彻查。办得好。你们看看，当初朕要设立督察司，你们拦着不让，说平越年轻，成不了事。如今这案子办得如何？朕以为办得极好，查得清清楚楚，毫无半点纰漏。要不是平越，朕都不知道诸位大臣竟有如此大的本事。启禀陛下，老臣以为幸得天恩垂怜，着平越殿下监督群臣，收效甚大。我上官家已经开始内查，一定择日将上官家参与此事的人清理干净。此等行径绝非我上官家族想看到的，即便只是个别人的腐败啊！怕是阿雅说服他了。如此说来，这督察司很有设立的必要了。既如此，设立督察司一事，众爱卿没有异议了吧？老臣没有异议。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从今日起，平越正式掌管督察司，督察司的一切事务可直接呈报给朕，不必经过2相6部。平越，你可亲自挑选组建督察司的内部人员，拨城北名上校长作为督察司的官署，户部将督察司的建制做个预算，报给平越。是，陛下。每年不得少于3万两。陛下，不知这是否太多了些？
近来用钱的地方多，殿下还要用这么多，这3万两都拿不出来吗？你户部每年收缴的税赋有几千万两，如今3万两都拿不出来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平越，朕可是为了你设立了督察司，日后你要好好替朕分忧。是，父皇。那秦氏案和军饷案，秦氏案和军饷案一并交由督察司处理。另外，督察司既已建制，朕再帮你找个副手。副手。这么大的权力交到你手里，总得有个人辅佐你。就苏家大公子苏荣华吧。苏大公子曾是苏王的老师，又是世家子弟，必然会定敬殿下。安插进一个苏家的人，也算是给世家一个交代。就这样吧，让中书省拟旨，平越自己挑个日子，尽快将督察司组建起来吧。是，父皇。父皇，怕是对我们生了嫌隙。老师，如君身不正，臣子当如何？臣子当死谏。若君王不纳，又如何？前赴后继。还不成呢？那就另择明君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今日多谢苏大人赐教。娘娘，来，给苏大人行施礼。娘娘，我受此礼可是有条件的，不知娘娘能给我什么？苏大人想要什么？可我的条件，娘娘和肃王未必肯答应。但说无妨。从今往后，一切都得听我的。见过殿下。都是在自己家里，舅舅不必拘于这些虚礼。请坐。谢殿下。殿下，上官家太大了，老臣握不住啊。如今犯了错，老臣赶过来是想请求殿下，秦家的案子就到此为止吧。如今秦家牵连的有2个案子：军饷案、诬陷秦氏案。不知舅舅这2个案子都知道多少？回禀殿下，这2件事情父亲是不清楚的。不瞒殿下，秦家的案子报到父亲的面前时，就已经是个证据确凿的案子。父亲虽有私心，但也并非黑白不分之人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西北军权的争夺，陛下偏袒萧大人，父亲怕陛下听信谗言，便派人去查了秦家。父亲的意思本是有错则纠，无错也就算了。然后，但话传到下面，就成了要查秦家的错。兵部查了半天没查出什么，为了应付，就撕了行军日志，交给了御史台。御史台一看，那杨权本就是通敌卖国之人，而当时秦家又正好在杨权手下做事，守城一战3000对3000，却成败局。这事怎么看，都十分蹊跷。所以，御史台就没有证据，制造证据，伪造出了罗卷这个人证。
其实罗娟的口供到了刑部，也不足以定秦家的罪。但刑部以为父亲要彻查秦家，而秦家看起来又十分罪有应得，于是刑部又加了一项证据。搜查之时，放了黄金和伪造的信件在秦家，同罗娟的口供一起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线索。而舅舅又觉得父皇此次太过，便想给父皇一个警告，就决定将这个大案办了下去。等我开始查之后，他们又开始慌，拼命的想要遮掩罪责，而舅舅也觉得我是被人利用，受人蒙蔽了，是吗？事已至此，老臣不想再辩解什么。老臣只是希望殿下收手，不要再僵持下去了。老臣明白殿下的决心，可上官家是殿下和太子的根基，这一点殿下一定要清楚。一群根本管不住，要给你找麻烦的人，也叫根基。哎呀，哎呀，哟，不，你们一会儿把东西就放到那边啊。童大哥，哎，一进来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？这次驸马回来，他和殿下的关系近了一大截。那是自然。哎，你都看出来了？可不嘛！我跟你讲，昨天晚上咱们大人，同学大哥进来，我想跟公主当面道个谢。你看见她了吗？他们为什么如此不安呢？就是因为知道您会护着他们，所以他们才敢诬陷忠烈之臣，才敢私吞军饷。老臣若不护着他们，殿下以为老臣又算得了什么？陛下将这督察司交给你，你又以为你仰仗的是什么？你我什么都不是。无论老臣还是殿下，门阀倾轧之下，只不过都是些蝼蚁罢了。大人，要不要等客人走了，我再去通知您呢？不必了，谢谢同学大哥。不客气。我先走了。大人慢走啊。您是一国宰辅，我是长公主，您与我都有改变这规则的能力，只是您不愿意。您一心想要维持眼下的局面，不愿打破这份平衡，就是希望陛下与你们互相博弈着，然后呢，看着上官家日复一日的腐烂而不作为吗？大夏自开朝以来，历经4代君王，建国已近100年，西北有战乱骚扰，内部又时有天灾，它已经不是一个开国的新朝了，容不得你们如此折腾。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和上官家互相残杀，我想要的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官家，一个家主不是世家傀儡的上官家，一个日后不会拖川儿后腿、不逾越自己本分的上官家，如此而已。您能明白吗？殿下所说，老臣明白，只是老臣力不能及。您若不行，别人呢？上官雅呢？若让上官家彻彻底底掌握在你手里，你行吗？殿下放心，上官家不会让督察司出手的。今日回去之后，从华泾到幽州，整个上官家全族自查。若此次自查顺利，太子日后便无后患；若自查不顺，父亲，您就叫女儿处理了，也算给族人一个交代。您仍旧是上官家的家主。父亲，您意下如何？不愧是上官家的女儿啊！
这权力当真是写在你们骨血当中的。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，我当真老了。老了，真的老了。应天顺时，承蒙圣恩，今日吾等汇聚于此，建督察之司，守朝政纲纪，护礼法伦常。我司之根本，在于公正二字。无论诸位何等家世门第，于督察司之中，有能者居之。驸马不会觉得压抑吗？压抑？上官小姐是指什么？妻子强势至此，驸马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吗？我听人说，男人都害怕这样的女子，他们喜欢女子温柔如水，能当个贤内助就更好了。不过如今殿下这个样子，怕是要驸马来当这个贤内助了。当贤内助又何妨呢？驸马不担心被人说软骨头、没本事吗？只有没本事的人，才会一定要以妻之辱来彰显自己的本事。而我所希望的，是我的妻子能够如他所愿。自今日起，督察司使谏，谏诱大夏，庇护苍生。他若想要天下，我可以送他；他若想要一方安稳，我也可以给他。谏诱大夏，庇护苍生。更何况，作为丈夫，对妻子的宠爱，并非是给她一个金丝鸟笼，而是她想要做什么，我有本事让她肆意的去做。话说的倒是挺漂亮，哎，不过你们俩不是朋友？看来驸马的朋友之路还长得很呢。那可不一定。荀川，在。即日起，本宫命你为督察司巡查使，代表我督察司巡视地方。属下领命。而且，若您不介意，我们可以再请您喝一次我们的喜酒，应该不会太久。那我可等着呢。不瞒你们说啊，当时听说要让我进宫当太子妃，给我吓的哟。哎，我心里想，完了呀，我这辈子完了呀。哎，你们看我那姑姑，当了一辈子的皇后，多可怜呐！你说这权势大吧，那能有什么用呢？我好好的当我的上官家的大小姐，什么好吃的吃不到，什么酒喝不到。这要是进了宫，和朋友爬个山、钓个鱼、打个马球都不行。你们说，我这进宫活着有什么意义啊？啊，我就进去看人家花式磕头啊！哎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有道理。喝醉了。就要走了。主不特意同殿下告别了。就是不知道你这一走，咱们再见是什么时候？卑职在外，会好好为殿下办事的。这个我倒不担心，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一个人在外，性子别太直了。殿下放心，遇到事情我会谨慎的。其实，秦真真死了，
也未必不是件好事。跟随殿下的这些日子，寻川过得很开心。这杯酒，我敬殿下，谢殿下救命之恩。这第二杯酒，谢殿下知遇之恩。遇见殿下，寻川才知女子天地广阔，本也有另外一种活法。我知道，殿下心中有殿下想要的世界，那也是寻川心中寻川想要的世界。你少喝点吧，这第3杯酒，说出来也不怕殿下笑话，是感激能与殿下和阿雅相遇。阿雅在。虽然我们相交时间不长，但在寻川心中，却早已将2位当成好友。未来长路漫漫，祝愿我等3人不负此生。不负此生。嗯。不负此生。干杯！干杯！殿下，外面人都送走了。送走了，你快起来，地上凉。你看，我这都捂热了。来，你坐这儿。想什么呢？寻川今夜就走了。殿下不是矫情之人。裴文轩，嗯，我有朋友了。我有朋友，有家人。我这辈子真的挺高兴的。不管未来怎么样吧，至少现在该有的我都有。我说句话，你别不高兴啊。我以前确实觉得苏荣清更知我心，但是这次回来呢，让我明白，并不是这样。谢谢你懂我。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，对吧？嗯。苏荣华，你能不能好好走路啊？你怎么晃来晃去的？哎，小姑奶奶，你这是喝了多少啊？我没醉，我跟你走条直线啊。哎，哎，我没事。行行行，你没醉，啊，你清醒得很，但以后能不能少喝点？我姐妹要走了，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喝吗？来，苏荣华，你得这么服人。少管
欢大小姐。嗯，这样不合适。你害怕了？哎，苏荣华什么时候害怕过？你就是害怕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越是害怕，我越是不放过。我就是要让你名誉扫地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瞧不上你。上官雅，你想让我名誉扫地，我还真有一个法子。你牵着我的手走出去，那我就是你的人了。你不要我，那我名誉马上扫地啊！有道理哎。手呢？你当真了？手。我没罪。苏荣华，你真的很不会服人。慢。公子，您这样抓着我家小姐，怕是不妥。哦，钱妮娜，喂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钱妮，切勿说出去。啊，是。小心点儿。苏荣华，你今天已经名誉扫地了。是，从今往后啊，我可就是你的人了。照顾好你家小姐。是。走。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怕你喝多了，过来接你呗。为兄有分寸。行了，回家。我真没醉。今天的月亮可真圆呀。真圆。荀川见过秦将军。荀大人，这是要出远门。替公主巡查地方。好，一路平安。秦将军也要回西北了吧？是。那你也一路平安。请。珍珍，我知道是你。哥哥只想问你一句：现在的你开心吗？哥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很好。至少，我不会成为被关在宫里的女人了。而且，我还可以在暗处守护秦家。珍珍，让哥再好好看看你。
记住，凡事别太逞强。我知道，你也是。你去吧，后门还有人在等你。好。太子殿下，你的伤好点了吗？好了，多谢殿下关心。现在就要走啊？是。殿下若无他事，寻川便告辞了。等等，对不起，之前没能保护好你。没关系，能不能不走啊？再给我一次保护你的机会。这次我不想你进宫了，往后余生，我想创造机会，与你一起浪迹天涯。殿下，有的事情发生了，就已然无法改变。您有您的使命，我也有我的责任。我们真的不能留下来了吗？是。去西北，保护好自己。刚才我说的话，请你记在心里。你也是，保护好自己。西北贪墨军饷一案，证据确凿，你们可认罪？我们认罪。来人，画押。没想到此案竟涉及70多名朝中官员。父皇苦这些人久矣，不如趁机连根拔起，否则再难找机会。对于国家而言，维持稳定也很重要。而且，若将这些官员全部查办了，只怕会有更多的官员来参奏你。儿臣何惧之有？启奏陛下，臣要参平越公主擅闯民宅。殿下持了搜查令。平越公主徇私枉法，包庇上官家族，
上官家族自法请辞了17人，怎么，谢大人也要学一下吗？有人检举，平越公主在督察司成立当日配饰便选用了明黄色，这与理不合呀。那是陛下疼爱平越公主，他送的。阿姐虽为公主，但这些大人不乏两朝元老，你要尊重一些才是。太子这话好生新鲜。这些大人若持身以正，本宫不尊重他们，天下万民会用唾沫把本宫淹死。太子不妨去菜市口打听打听，这些大人里，有哪个不是被老百姓背地里骂着贪赃枉法？阿姐，过分了吧？太子，罢了罢了，其他涉案人等，待平越查证后再议。只是这秦家的确是被冤枉的，秦家戍边有功。着，秦林为中武将军，秦风为副将，萧肃为西北大元帅，镇守陈州，统领西北军。平越真是有一套啊，竟然把那些老臣治得服服帖帖的，痛快。平越这孩子确实聪明能干，但臣妾觉得更重要的是陛下您慧眼识人，能把他用好。你在外面等我吧。父皇，过来坐吧。杖责就免了。谢父皇。这有好几年没有来过这北雁塔了。以前听母后说过，北雁塔是您专门为母后修的。朕修塔的时候，你母后刚刚怀上你。那时候朕初为人父，很是高兴。那年你母后生辰，朕问她喜欢什么，她说她喜欢看天上的星星。于是朕登基第1年，就兴师动众地修了这个北雁塔。后来朕才发现，你母后是喜欢站在这里，看着万家灯火。朕有的时候经常在想，如果时光能够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，该多好啊！至少，朕同你母后应该是恩爱非常，朕也会是个好父皇。父皇，您一直都是一位好父皇。蓉儿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比川儿要聪明。川儿只是还小，你也还年少，可是你看待事物就比他透彻得多。你要是个男儿身就好了。父皇，川儿其实真的挺好的，可能是您对他了解甚少。川儿是很好，就是同朕太像了。蓉儿，许多事，朕也是逼不得已。
朕不求你不怪朕，但求有朝一日，朕100年之后，你能知道，朕其实心里是希望你和川儿过得好的。裴文轩出华京城了。对，裴文轩一定会带回来父皇想要的东西。好，你先在这里好好休养，有什么需要的，同父来讲一声。嗯。就知道平越殿下会让你来找我，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这份名单是秦老将军写的，黄平县当年兵败一案是因前线粮草不足所致，这里面都是相关官员，殿下要他们的口供。名单上大的官员咱们暂时动不了，只能挑几个小的。殿下让我替您安排。他可真会偷懒。先从这个田中开始吧。他只是一个七品小官，负责看管兵部账目之事。此人生性好色，爱学烟花柳巷。你找个时间把他抓来打晕绑好，然后再找个姑娘，假装被杀的样子，放在他的床上。你要陷害他？不，只是吓唬吓唬他。到时候我同你一起去，咱们当场把口供给录了，然后承诺会帮他掩盖杀人之事。有了这个把柄，日后办事会方便许多。那其他人呢？是人就有弱点，还有19天，咱们一个一个安排。殿下为何叹气？不知道裴文轩现在到哪儿？殿下，你在烦忧什么呢？殿下，殿下，你没事吧？皇后娘娘。蓉儿，你可知错？儿臣错在哪儿了？我是挡了你们的路，还是夺了你们的权？您很久没来过这里了吧？父皇当年修给您的北雁塔。你很久没有来过了吧？其实曾经你们感情很好，可后来却越走越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您一心想着上官家，您将自己与父皇隔绝开来。父皇现在这么宠爱柔妃，正是因为柔妃将自己的利益同父皇绑在了一起啊。但我也知道，母后永远不可能站在上官家对面。但我请您相信，我也希望我的家人能过得好。这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。蓉儿，你和你的父皇太像，你们总是把感情和权势混在一起，甚至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你们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朝廷上你说是为了大夏的江山，此刻你又跟我说你是为了家人，你说的话真真假假，我都不敢信了。今日我来，是为了转达你舅舅的一句话：
裴文轩死了。蓉儿，每一件违背洪流的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以后不要再任性了。你说裴文轩死了，你们动的手？这件事情，就算我们不动手，也有其他人动手。是不是你们？不是，不是。那你见到尸首了？听说坠入万丈深渊，尸骨无存。那便是没有见到。除非你们把他的尸首抬到我面前，否则我不会相信。蓉儿，身为你的母后，并不乐见你年少守寡。我先回了。蓉儿，皇宫里的女人，永远不要把命运系在一个男人身上。好自为之。殿下，驸马出事，要不要？他不会出事。不是说了没有见到尸首吗？先去找人。可方才皇后娘娘……你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裴文轩是什么人？他怎么可能会出事呢？是，我这就去找。不会。裴文轩，他们说你死了，可你没有，对不对？裴文轩，我等你回来。办好了，给我上。好好的，都是小事。只要你活着回来，你要什么赏赐，我都给。公子，没有找到裴文轩的尸体，平月公主那边说，里边的人说，平月公主在得知驸马去世的消息后，换了素衣，一夜未眠。裴文轩可没那么容易死。既然没有找到尸体，那就还有生还的可能。你快去安排人手，打探裴文轩的消息。殿下，静能给您梳洗吧。太子殿下来看您了。他来做什么？
裴文轩又没死，无需他们来吊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公主说她不想见您。凤鸣，殿下，将这封信交给舅舅。殿下，若是平月殿下知道，他也不会允许您这么干的。按我说的去做。是。听说裴文轩死了。我也听说了。那平月殿下那里，于你而言是个很好的机会啊。可我觉得裴文轩没有那么容易死。那何不派人去验一下？兄长，请。如妾，为兄认为，若裴文轩身死，陛下未必会阻止你娶平月殿下。何以见得？因为他认为，你可以为柔妃所用，也就是为他所用。可你觉得他会信吗？由不得他信不信。若此番平月公主赌失败了，他就需要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。穆侯，大公子，二公子，去帮我送点东西给平月殿下。是。我弟如今终于开窍了，为兄甚慰。兄长，有消息了。给我拿点佛经过来。是。裴文轩，他们都说你死了，可我不信，所以我决定写信给你。你一定很想知道我写的什么吧？倘若如此，那你得活着，活着看我写给你的信。这是第一封，说起来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很正式的写信，真是便宜你了。末将乃雍州城守将梅青海，见过崔大人。你为何将日志都给了他们？他手持平月公主和督察司的令牌，容不得末将不给啊。好在裴文轩已经坠崖，就算他拿走了也没用。警惕点。是。大人，属下告退。竟以自请废太子威胁老夫。好啊，当官家的皇后生了个好儿子。殿下，这是苏二公子让我给您的。退回去。是。公子，这已经是第3次被退回来了。接着送。是。上官小姐，怎么样？人我带来了，手段不错。裴文轩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已经第7日了。回陛下，暂时没有回话。平月那边呢？也没有消息。太子呢？
暂时也没有。哼，倒是都挺沉得住气呀。殿下，您这字写的越来越像驸马的了。是进来失言，请殿下责罚。你说错什么了？快起来吧。可殿下，就算驸马去了，你也不必。他没走。已经10天了。我说了，他没走。若再说这样的话，公主府你也不必待。是，奴婢知错了。裴文轩，坚信安好。今日，他们又同我说你死了。我知此事绝不可能。依你的聪明，出城之后必然就已经开始准备。此事，怕就是你一手策划。毕竟死了的人，才最是安全的。静兰，有什么新消息了吗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就过来看看。要是驸马还在就好了，殿下就不会这么难过了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公子一定还在啊，他就是出了个远门，哎，没2天就回来了。是，一定是这样的。驸马本来就是一个有大福大运的人，他肯定会没事的。我帮你一块儿吧。那个，眼下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了。是。我呢，是陪着公子长大的。那旁人都说他生得俊，有才华，我听多了他都不算什么。哎，其实他就有一个优点，我特别佩服。什么？就是从小他说到的他都能做到，从不食言。驸马能如此重诺，当真很不容易。所以这次他说要回来，就一定能回来。更何况，这是他对公主做出的承诺。爹，您拿个主意吧。文轩的财产怎么处理？老三，你怎么看？公主府尚未发丧。既然公主府没有发丧，那就不是最终的消息。上官家跟苏家已经传出来消息了，都说了文轩已经死了。他没死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盼着文轩死吗？今日来，我想留句话，也好让你们安心。即便文轩出事，该我们管的，我会自己管着。
文轩，静兰，殿下，有裴文轩消息了吗？殿下，秦家明日就该问斩了，请令将军今日抵京。传信给荀传，让他把秦将军一行人也接到公主府。是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有令，着平越公主府负责看守秦陵一行。末将领命。放人。大人。秦将军，一路辛劳，请上马车。退下吧。秦将军，平越殿下请您再次好生歇息，一切交给他。有劳大人。有任何需求，皆可吩咐下人。好。既如此，在下便不叨扰了。大人，平越公主。将军不必担心，公主殿下将自己的未来都赌上了，相信明日定会还秦家一个清白的。我是想问，你既是公主身边的人，听闻我小妹最后来的地方，便是平越公主府。都说她撞死在……秦将军，她很好。您不必担心。想来我们分别时，她跟你的身形无二。丽妹是个有福气的人，将军安心便好。告辞。陛下，可是在担心，平越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该如何收场？那依你看，若是裴文轩回不来，又该如何收场呢？陛下就喜欢考我，我还没想好。但臣妾知道，陛下肯定不想让平越离京。答非所问。倘若驸马真的死了，平越就是独身，倚仗夫家留京也未尝不可。那你以为，如今谁还能护得了平越呢？有倒是有，可关键还得看平越的态度嘛。兄长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身为皇后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你很着急。坐下再说。我怎么能不着急？明日就见分晓了。平越她毕竟是我的女儿，我不想她出京。
我们劝也劝了，挡也挡了，今日种种皆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兄长，你得想想办法。等秦家的结局，也等平越的结局。李可知太子给我递了一封信，他威胁我，若平越离京，他便自请去太子之位。他疯了！不，这绝对不可以，这绝对不可以！兄长，娘娘不必担心，不想让他离京的，可不止你和太子。咱们的日子只剩1天了。各位大人，还有希望，要相信裴大人。公主吩咐过了，各位一定要吃好喝好，其他的事情她会安排好的。是啊，一定要相信平越公主和裴大人。来，吃吧。微臣苏荣清，求见平越公主殿下。殿下，苏公子到。见过殿下。今日秦家行刑，你不去观刑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听闻殿下今日要离开华京，微臣特意来看看。殿下临走前，可否与微臣下盘棋，喝杯茶？苏大人这么早来给我送行，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，这么笃定我一定会输。请。那个人已经死了。你手下人收下的证据，殿下不能拿出来。为什么不能？因为那份名单上的人太多了。殿下如果拿出来，恐怕连华京都出不去。你知道有哪些人？知道。我以为苏大人不会容忍这些。谭墨军想这件事儿，无论是我父亲，又或者是上官大人，都不能容许。是吗？只是这件事儿不能交由殿下来处理，应交由我们内部来做。如果让殿下来做的话，就等于在世家头上架了一把刀，任人宰割了。所以世家不能把这个权力交给殿下。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直接的同我说这些。我不说，难道殿下就不知道了吗？所以今日苏大人过来是同我炫耀的，炫耀我输给你们了。督察司胎死腹中，陛下也再难找理由建立第二个督察司。架在你们头上的那把刀废了，苏大人可满意了？我今日来是有疑惑，想请殿下解答。
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能给苏大人解答的。殿下与世家为敌，是为了裴大人吗？